去雁城明明有大路，为何要走林间啊？你不怕遇上匪徒吗？有你，我还怕匪徒啊？我又不会武功。你不是说你是仙女吗？仙女也不是万能的，否则啊，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你别讹人啊，我没动手。与你无关，是姑的头几犯了。你快转过去，我师父是医者，我给你揉揉就好。来，不必，连姑的羽翼都治不好。你快转过去。姑怎会心跳如此之快？难道就这样被他引诱了？不，定是他使了妖法，要使得姑患心急。放轻松，别想别的有的没的。姑不能睡。即便留住了性命，他的神魂还是在当年受了损，与现在这具身体融合的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才会时常觉得头疼。你怎么不管到哪里，都把自己折腾得这么难受？虽说这在清古天也就是普通的丹药，但于凡人的身体来说，已经绰绰有余了。难道他要用毒？小屁孩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踏实睡觉吧你。有刺客！出家！果然来了。果然，你故意走林间是为了引人来行刺的。好武功，要是我不靠术法，只靠拳脚，还真不一定能打赢他。原来这祖宗一直在扮猪吃虎。这司马娇竟然来人间做了护国皇帝，想必是为了阻止我打开九幽炼狱，放出我的魔兵魔将。小心！这廖廷艳动作倒是快，竟在人间与司马娇会合了。有他保护司马娇，这问题倒是有点棘手了。又差点忘了，谨慎用术法，安分做凡人。司马娇，你干什么？
梦里都在喊他的名字，晚上却不肯收留人家过夜。魏显瑜招供南燕侯的事，多亏你了。那账本交到司马娇手里，定能对他有所帮助。多谢两位高人搭救。你此番躲过一劫，之后可定要小心南燕侯的人。小心南燕侯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们不是侯爷派来的吗？你个傻子，他本来是要取你性命的。如果没有陛下和燕夫人，你怕早已是亡魂了。不可能，我的妻儿还在侯爷那儿，他应该知道我不可能背叛他的。这世上只有死人才不会说一个字。南燕侯既然弃了你，怎会留你妻儿？南燕侯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你呢，若是归顺于陛下，陛下定会助你雪恨。你放心，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知陛下。要不是你提前让我救下那魏显瑜，恐怕他此时已经没命了。你此刻来找我，可是有油盐下落了？没错，燕九顺着童美人的魔气去查了，虽然没有查到油盐的下落，但是发现童美人出事前曾经和南燕侯见过面。南燕侯？就是他指使的魏显瑜行刺司马娇，莫非他与油盐勾结在一起了？很有这个可能。若是南燕侯做了皇帝，那司马娇想要以皇帝的身份做成的事情就做不成了。他做梦。我还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你随我来一趟。夫人方才还在榻上休息。江茶，你带着他们守好紫泉宫，莫要让人发现燕夫人不在。是。我和赤安和翻遍了整个织天命阁，发现护国皇帝最有可能被油盐寄予的东西便是拜山之礼，而此地正是拜山之礼的举办地点。人间竟有灵力构筑的结界，想必这拜山之礼就是司马娇来人间的重要一环。他定是知道了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赶来阻止此事。如此，油盐相助南燕侯，恐怕也是冲着这拜山之礼来的，定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连灵火之力也无法打开结界，看来此处定有玄机。若是我能进去，也许就能知道司马娇的计划了。要是司马娇如今能恢复记忆就好了，那这一切自然水落石出。可惜他现在失忆，我们也打不开这结界。也不知道他和油盐究竟想干什么，何必要让他想起这些？他安心做他的小皇帝就好了。司马娇与油盐想做之事，都与做这个皇帝有关。既如此，我便帮他坐稳这个皇位。至于油盐，他最擅长隐匿行踪，正好我们可以借着南燕侯这个线索，将他揪出来。凤七少爷，走吧。贵爷，今日有事。
就不接话了。是不是你那搭档阿燕失踪了？您莫非知道什么线索？近日，东城之魂师一族有人被杀，我听闻凶手已被擒至刚刚接管东城的先府之人司马娇的面前。之魂师在东城势力不小，我倒是什么人如此狂妄，就顺手查了查。那凶手应是阿燕，不错。您的意思是，他被抓了？我昨日派人细查了，才发现他身份可不简单呐。竟是魔主尤赤为了刺杀司马娇亲手培养的刺客，乃白骨渊中一条寒鱼。司马娇残暴无比，你那搭档怕是危险了。他真的是那韩宇？我险些忘了，国师当年救下你的地方，应该就是白骨渊呐。想来你与那韩瑜还是旧相识吧？原来阿燕真的是我一直找的那个人。风起少爷，当年令尊常大将军随先魔主尤岩为魔族大业出生入死，并将尤赤亲手养大，竟落得个鸟尽弓藏、被打入九幽炼狱的下场。你既选择了隐居在这鹤仙城，就是不愿再牵扯于任何的权力之争。可不要想不开，与那司马娇做抵抗啊！难道我就看着他去死吗？风起少爷，还是想开一些吧。何况他现在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韩愈记忆，所以才没能与你相认。唉，可惜了这一段缘分呢。阿言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国师，风起已经动身去了东城。好，我就知道他对那条韩鱼念念不忘。幸亏当初我们没有告知他，那条韩鱼救风起是按照我的命令行事的。且去的时候已经被抽去了七情六欲，即便是找回了记忆，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刺客。如今凭着他对那条韩鱼的执念，或许可以将廖廷燕从司马娇的身边带出来。那国师可要将廖廷燕的下落告知魔主？你觉得他在乎吗？属下多嘴。如今最要紧的是风起这步棋。先魔主尤言来日神魂归位，还需要长家之后协助开启血祭阵法，务必盯紧风起的行动。虽然需要他带出韩愈，但也不要让他有任何的闪失。是。司马娇没必要骗我，他大可以直接杀了我。难道他真的跟我这元神有一腿？怪不得我爹不愿意给我恢复记忆，
那诗燕跟司马娇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对有着世仇的苦命鸳鸯。不是，司马娇说我姓廖，我爹说我姓施，那谁说的是真的？燕姐姐，我可以进去吗？燕姐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你果真如我娘亲说的一样，好亲切啊！啊，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新衣服，你快把你身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吧。你是？我是周月清，周青儿的女儿。燕姐姐和师祖18年前救过我一次，如今就属你们和我最亲了。为何说我们与你最亲？燕姐姐果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与师祖同为凤山血脉，师祖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，而燕姐姐和师祖是道侣，便是我的亲人了。我真与他是道侣？我娘亲说了，燕姐姐和师祖最是般配了。那你可知我当年的名字是什么？廖廷燕。哎，那个不能放那儿。他们的口风为何如此一致？难道是司马娇找人来连伙骗我？他图什么呢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师祖娘娘，师祖让我们布置的热闹些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不是师祖娘娘。这直接布置婚房了。司马娇要同我结婚？我猜一定是这样的。那我要赶紧为你们的婚礼好好准备一番。快走快走！好什么好啊！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气死啊！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是什么？你从前最喜欢摸鱼。摸鱼？他不会是在说上班摸鱼的摸鱼吧？应该只是原主有抚摸鱼的爱好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这爱好还挺让人费解的。不是你说想摸鱼的吗？摸吧。摸鱼啦！你也太懒了吧！自己喜欢摸鱼，却要别人抓到你面前才肯摸。看来现在不洗了。我为你准备的食物，怎么不吃？我不饿。你曾经说过，吃东西不是因为饿，是因为开心。我没那么享受，我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。你已经是化神期了，还需要睡觉吗？觉没必要睡，但是我想睡，就像吃东西一样，没必要吃，但是我想吃。一个人要是连好好睡觉和品尝美食都做不到，生活一定少了很多乐趣。那个，
要不你吃点儿？怕我对这饭菜动了手脚？不会啊。头一次见有人吃饭表情这么难受。难吃，不吃也罢。我会为你寻些更美味的食物来。不用。见过城主。啊，见过吗？还真没见过。不过没关系，定帮您找到人。嘿嘿嘿嘿，兄弟们，找人！是啊是。哎，您这边请。兄长，那廖廷彦是不是被司马娇说服背叛了我们？否则，那司马娇怎么会这么快就找上你来？这个廖廷彦虽然说是个懒散的废物，但他为人还是重情重义的。在他失去记忆的前2年，我没有让他接触任何的人，这才培养了他对我的依赖。那个时候，他就像一只兔子掉进了狼窝，而我才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。虽然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记忆，就算司马娇对他再好，我相信他不会背叛我的。那现在如何是好？整个鹤县城都在找我们，这里很快也不安全了。先离开鹤县城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老大，就是这儿，我们就是在这儿发现的。给我搜，地上地下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城主，里面没人，不过好像才离开不久。无妨，咱们已经封了城，谅他也逃不出去。哼，他都能从火海炼狱中逃出升天，那一扇小小的城门，又怎么能封得住他？那可如何是好？魔域这么大，又4分5裂，有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。无妨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跟他慢慢耗。难道廷彦平日里吃的这么简单吗？师祖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心疼死的。咱这祖宗看起来凶神恶煞的，其实倒是个温柔深情的人。那也要看对谁吧。我跟了师祖400年，他也只对一人如此温柔过。我生来便是独身一人，日子久了，从不考虑他人。对你，我倾注了所有的虚心，可我终究还是太自负。
才让你遭受了这些艰难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怎么就拒绝不了他的请求呢？我怎么好像来过这里似的？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就是隐约感觉，好像在梦里见过似的。那不是梦，这里是我们初识的地方。好累啊！走不动了？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那时候你登上这高塔，差点累得在这楼梯上坐下。彼时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你更弱的人，连我养的蛇都要比你强上100倍。如今你爬着楼梯，也不会那么累了。我结阴期的修为，爬个楼梯还是没问题的。我知道，即使不累，你也不喜欢。对，你向来喜爱精致之物，这些灯是我把它搬过来好心添上的，你可喜欢？哦，魔域的东西都讲究实用，极少见到这么美的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好漂亮啊！这花灯好像漫天的星星。喜欢看繁星？
好美啊！我好久没有看到过流星了。来多吃点儿，补补。这味道，在鹤仙城可没有吃过。若再配上胭脂台的自酿酒，便堪称完美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喝什么酒？不过司马郊这里的东西，确实都挺对我的口味。嚯，你穿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司马郊呢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打扮起来也不比他差。我是不是越描越黑了？无妨，我知道你是想夸我，你这嘴。阿燕，阿燕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待会儿给你做。一大桌子呢。你做那些鹤仙城的粗饼子，我家阿燕只是不是因为爱吃，只是为了饱腹而已。在阿燕的口味这点上，你确实输了司马郊一招。什么输不输的？红罗，你明知道风起看不惯司马郊，还一直挑事儿。哎呀，好玩嘛！阿燕，说真的，我什么都会，像酱肘子、冰糕、点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真的吗？啊，哎，你会这手艺，胭脂台做护院，太可惜了吧？我娘说过，这再好的手艺，拿来做了生意，也就变味儿了。伯母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寻常魔域人家别说吃了，恐怕见都没见过呢。是啊，你难道是什么名门望族之后？我倒希望我是名门望族之后，这样也就不用忙于生计了。也是，我若是名门之后有钱有闲的，早就去避世隐居了，哪还有那么多烦心事啊？你想去哪儿避世隐居啊？这是我和阿燕的小秘密。阿燕，你现如今还想去孤玉屋吗？总要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再说吧。吓死我了！你俩怎么来了？我出去找到我爹，弄清楚真相就回来了。你都走了，我们留着干什么？现在关键是，咱要怎么走呢？依我看，用灵术飞出去。不行，司马郊那么厉害，万一感应到我们用灵力就不好了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躲过守卫的视线？找找狗洞。本姑娘可不算。没想到在师祖手底下办事儿，也敢这么偷懒。天助我也！走，走。快！风起将那韩愈从司马郊身边带走了。是，我们的人一直都在关注着风起的动向，亲眼看着
风起带着师爷还有一个小童住进了真实楼。安排下去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是。我也比先府还要凶险。我为你的身世设下了防护结界。哦。不过这感觉怎么似曾相识？自然。当时你中了魔毒，喝了我的血，又吃了血凝花，涂进花神，也曾这样神游过。我之前偶然进了我的灵府，发现里面有你的血凝花。为什么？你慌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？我没有。你忘了，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见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现在正在告诉自己，稳住，不要慌。或许你能感受到，就算是你在疏远我、憎恶我的时候，也会下意识地亲近我、依赖我。因为你的灵府里还开着属于我的花。我们之前是怎么相处的？就是这样。就哪样？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什么也没想。我们已经，过了吗？什么？你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你进入过我的灵府吗？经常。怎么回事？脑子里竟然有画面了。不行，不能乱想。他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。可是我以前的记忆一点都没了。其实你有的是办法帮我恢复记忆，对吗？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那样不是能更快地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的确。但是你有你的步伐。如果我一直想不起来呢？无妨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重新开始。冷静。
司马交，今日在古雨雾休养的可好？少废话！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！师祖，体验体内的寒气，可以借防御灼伤的护心骨反噬您的修为，限制您的功法。红罗，红罗！阿叶，阿叶，此地有变故，你没事吧？这一切是不是在你的计划之中？你这是何意啊？我只是担心你，是不是你联合魔域之人跟尸千旅诱我来此古雨雾幻境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绝无害你之心，我只是想唤起我们之间的记忆。我说过，我不是你的寒玉姑娘。阿叶，你听我解释，事关司马交的安危，你也不听吗？司马交怎么了？你或许已经察觉，司马交来到此地之后，修为受损，身体有异，跟你脚上的这枚法器有关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他为我炼制的防御法器，可抵御一切伤害。你或许有所不知，这枚法器由他的护心骨制成，为你抵挡伤害，或许对他无碍，但独独你体内的极寒之气，与他相克。白骨渊激发了你体内寒气，虽会让你感到不适，但你本就是寒羽，这不会真正的伤害到你。可是你体内愈发积聚的极寒之气，却会通过你脚上的防御之后，反噬他的身体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您怎么样？无事。阿叶，你竟甘愿为了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？是。师祖，念酒。红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庭燕呢？他不是和你们在一块儿吗？不好，糟了！庭燕摘了防御镯。念九，你先带红罗离开这里。红罗，我先带你离开这儿，再回来帮师祖。好。燕儿。爹，你的腿，原来你连腿伤都是在骗我，你就为了利用我对你的愧疚，逼我成为你的复仇工具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钱都说了没错，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个女儿。你若真有半刻把我当做你的女儿，便不会这样对我。此番用洗魂术伪造古雨雾，也是出自你的手笔吧？燕儿，我将我毕生所学都用在了你的身上，但依然还是抵不过司马交，他擅长收买人心啊。罢了。风起，阿叶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当真要选择与他为伍？